一辆全部由垃圾拼凑成的鼠棒车，竟然有人想用3万美刀的高价抢着购买，这是歌坛车厂做过最划算的生意。鼠棒改装车的翻新进度很快，发动机已经处理完成了，接下来他们开始制作车身板件。之前作品中马克特意强调过，这辆车的所有零件都必须是二手的，为了风格上的统一，他要把制作出来的钢板作锈。这里车厂有自己的独家配方，那就是用盐白醋和过氧化氢混合之后喷在金属上面，金属一经接触会立刻氧化，等反应进行的差不多之后，再用喷火枪对表面加热，这样能进一步的加速反应速率，最后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，只不过我感觉还是很新。等到车身处理的差不多后，马克开始给车子喷漆，上面他来了一层浅绿色，下面选择不喷漆，两部分风格截然不同。完成后，大家将零件全部都装上去，细节做得非常到位，最后的效果马克非常满意。车尾的古董行李箱放置了好几块燃料电池，真正的发挥了它储物的作用。车内的玩具枪模型被车厂改造成了变速杆，仪表盘上的指南针马克美其名曰为 GPS 导航，搭配上前面的雪佛兰引擎，这辆车算是精品中的精品。当然以上都是马克的自夸，现在肖恩已经找好了买家，两人预期的价格是3万美刀，买家是一个狂热的重金属爱好者，同时还是一个摇滚牛仔，这辆车的风格和他很搭配。经过半个小时的路程，肖恩总算到了目的地，客户对车子非常的满意，但就是有点担心价格。不过要不说肖恩是金牌销售呢，他一开始并没有谈价钱，要减轻对方的压力，然后买家先坐上去试试，把他的馋虫先勾出来，眼看效果差不多，时机已经成熟，肖恩直接开价35000美刀，买家直接懵了，这个价格简直太高了，他最多出2万5，眼看谁都说服不了谁，买家就又做出了让步，出价2万8。马克觉得价格还算合适，于是这一笔就算成交了，车厂也成功获得一笔周转资金。眼前这辆车是保时捷917平替，现在它正在大名鼎鼎的柳泉赛道进行测速，如果达标的话，车厂就能得到5万美刀。为了让客户满意，车厂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。上集在托尼老师这边还在苦心寻找修复保时捷发动机的方法，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使用手册，上面全都是德文，对于初中毕业的他来说根本看不懂，所以只能看图猜测。由于现在车厂只剩下了一个任务，所以大家将重心都放在了这里。此刻托尼正在汇报情况，他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查询，发现引擎的功能一切正常，就是火花塞没有火花。托尼推测是分电器的问题，这方面是戴斯的拿手活。同时为了保证车子的翻新进度，马克决定让他和原始人去装轮胎，托尼和戴斯修发动机，大家兵分两路。这个想法虽然很好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麻烦。根据托尼所掌握的信息，这辆917的点火方式很发杂，需要非常多的线路，里面的任何一根出现问题，引擎就不可能正常工作。两人买了一个全新的分电器，然后把线路重新排布，更换掉烧毁的零件，这次应该就恢复正常了。接着两人叫马克过来试车，很显然声音听起来还不错。马克将车子倒出来，再次上街进行测试，这次一切恢复正常，速度也非常的快。当然这也只是基础部分，要想把它改造成赛车，还需要很多其他操作。马克将车子开回车厂，员工们要换装全新的悬挂，这部分的操作要更加精细，因为车主不是专业的赛车手，为了保证他在赛道上的人身安全，数据方面必须把握好。两人将原本的悬挂拆掉，然后将新悬挂向上移动了19毫米，将车身向空气动力学靠拢，确保它的性能可以和保时捷 PK， 这样车厂才能将工钱拿到手。同时在车漆方面，为了节省时间保证效果，车厂选择了贴一层保时捷917同款车膜，这样既减轻了重量，还能满足车主的要求。现在车厂能不能回到正轨，全看客户是否满意了。马克将客户约到了柳泉赛道，这里每天都有赛车爱好者来比赛，要是这辆车跑完一圈，用时在2分钟内，那么客户就会付款。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车子就像一支离弦之箭，飞奔在赛道上。在大家紧张的注视之下，这辆车仅仅用11分52秒，众人都非常的激动，车主也心满意足地付了5万美刀的巨款，车厂总算可以缓一口气了。